Hello，大家好，我是怡媛。因为这个游戏已经推出了很多年，我也玩这个游戏很多年了，所以现在大多数的影片呢都比较偏向于老玩家的内容，都没有什么去说新玩家应该要怎么玩。不过偶尔会收到一些新玩家的问题，就问我说这个游戏应该要怎么去玩，我应该要培养哪一些统帅。所以今天专门做了一期2024年新手玩家攻略，到底你应该要怎么去玩这个游戏。首先第一点就是文明选择，以我自己的经验来看，在早期我们需要提升的就是建筑物还有研究，但是在研究之前我们必须要先提升研究院的等级，所以我们应该要优先选择中国文明，可以减少资源的开销，也可以让我们的行动力恢复会比较快一点。行动力恢复你可以去击杀更多的野蛮人，拿到更多的奖励。中国文明之后就是选择韩国文明，提升自己的研究。什么情况下要更换成韩国文明呢？我个人觉得大概是出了 T4 之后，也就是21等级城市之后，因为在后期提升 T5 真的是要花很多的时间，而且后期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建筑物需要提升了。但是我建议各位选择中国文明，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小细节，这个我们要进入第二个部分。第二点，统帅。当我们选择中国文明之后，自然而然就会获得孙武。那如果你是国服的话，玩法会有一点不一样，一开始会选择统帅，后面才选文明。假设是早期的玩家没有想要花很多钱在这个游戏上面，其实孙武是很好的选择。孙武除了伤害高之外，又可以针对5个目标，可以恢复怒气、驻防、野战都可以使用，还有20%的技能伤害提升。在早期的孙武可以说是 T0 的存在。当然的，除了孙武之外，我们还是想要去选择其他统帅的，还有比较推荐的就包括拜宝尔、贞德、西皮、比约恩、银河天都是不错的选择。至于金色统帅的话，其实我个人不太推荐新手玩家去觉醒任何一只金色统帅，尤其是在新手玩家没有花任何钱的情况下。主要的原因就是早期我们的战力其实并不是很高，如果你要出去打仗的话，你的部队没有办法完整，就是说你的队伍可能没有20万部队以上，甚至就连你的研究院都还没有提升满，然后你们又要去攒金头，又要去花宝石、转盘之类的，这样子开销会很大。并且早期的统帅呢，其实到后期都没有什么作用。但是我这里所说的没有用呢，还有包括紫色统帅，不是只限于金色统帅而已。尽管我在之前有说过什么李成桂啊、查理马特啊，在后期也是有用到，而且他们的性价比也很高。但是这几位统帅都不是我们现在主流应该要使用的统帅。在之前我也是帮大家计算过了，如果我们坚持到 KVK 3左右，你只能觉醒1到2位金色统帅而已。与其你把钱、把金头、把宝石花在这些前期没有什么用的统帅上，还不如留起来等到 KVK 3的时候直接觉醒最新最强的统帅。而且早期要觉醒紫色统帅的难度也比较低一点，也比较快觉醒。相反的，你在 KVK 1、2要觉醒某一个金色统帅的时候，可能都还没有觉醒就已经进入 KVK 3了。第三点，体力消耗。如果允许的情况下，你们大多数的体力药水花在城寨上。我知道有很多玩家为了贪图方便就去打野蛮人，但其实打野蛮人你获得宝石而已，没有办法获得红色的小本本，就是说是没有办法去提升你城市里面的城堡，没有办法尽快的出 T5。到了后期你需要去提升 T5 的时候，又要额外去花宝石，所以允许的情况下，你们平时的体力就花在打城寨就好，并且在你们打完城寨之后可以获得联盟礼物，也可以拿到不少的通用加速或者是治疗加速，对于你们之后 KVK 战都有不少的帮助。而且除了早期玩家之外，其实现在的老玩家平时没有事情做也会去攻击城寨的，主要攻击野蛮人城寨的性价比比较高，虽然会比较花时间，但是有概率把你现在所消耗的体力变成体力药水返还给你。之后在你们进入 KVK 之后，攻击一些野蛮人城寨或者是要拉野之类的，就有足够的体力可以使用了。在说完了城堡之后，接下来就要选择兵种提升了。所以第4点就是 T5 选择。如果你们要提升 T5 呢，不要全部一次性开完，因为如果你们一次性的把所有的骑兵、步兵、工兵、工程车全部升上 T5 的话，这样子开销会很大，需要花大量的加速和资源。所以你们决定好要去玩哪一个兵种之后，优先把那个兵种开掉。像我自己本人是玩骑兵比较多的，所以一开始我是优先解锁 T5 骑兵，甚至如果你跟我一样只是玩那个兵种的话，你连其他兵种的 T5 都不需要解锁，其他的兵种只要出到 T4 就可以用了，不管是加入集结驻防都可以使用。下一个，装备制作和选择。那延续上一个话题的说法，如果你已经选择好自己想要去玩的兵种之后，你只是需要做那个兵种的装备就行了。如果想要获得图纸或者是一些材料的话，你们可以去搜索野蛮人的据点，只要勤劳一点去打的话，都可以拿到一些不错的图纸或者是材料。当然参照一些副本活动也可以获得图纸或材料。
像是伊恩之歌、赛罗利的危机、一些节日活动等等。如果你想要短期获得大量的材料，也可以在 KVK 早期去攻击劫掠者，可以拿到不少的材料。当然更快的方法就是花宝石去完成一些活动。如果你们想要拿到大量的材料，就要去玩水晶球，想要获得大量的装备图纸，就去玩炸弹活动。至于军器方面，讲真的，这个比较看运气啦，所以在早期呢也没有什么解决的方案。新手玩家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游历或者是接受委托而已。那我这边可以给一些小贴士啊，如果你们抽到一些军器是有铭文的话，可以保留，不管基础属性是属于骑兵、步兵、工兵，甚至是工程车，保留下来最重要。暂时先使用，如果后期看到一些比较好的话再替换上去。至于提升政务院所需要消耗的材料还有贤者之证呢，可以看回我之前的影片有详细的介绍。比较建议各位把政务院提升到20等级左右即可。下一个部分就是说到宝石跟资源了，相信各位打仗呢都是会消耗很多加速跟资源。那么只要你的王国不是在先锋王国，一般你有去攻击一些野蛮人城寨，加速都是足够使用了。打一次 KVK 大概有2年加速都够用了，但是资源的问题没有办法解决，建议各位可以开多一些小号，然后主账号不需要去采集资源，只是需要去采集宝石即可。当然这里也是不建议各位使用任何的外挂、同步器之类的去采集资源，最好是由手动去采集资源。一般来说只要把小号提升到21等级到25等级之间就可以用了，能够派出5个队伍，战力大概20万到50万左右就够用了。虽然这样子会比较花时间，也比较辛苦一点，但是也只是早期辛苦而已，后面就比较轻松了。固定一天让所有的小号出去采集3次，所采集到的资源都已经足够一个赛季 KVK 的开销了。下一个部分就是 VIP 还有宝石，如果可以的话，最好是优先把你们的 VIP 提升到 VIP 14。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每天可以获得3颗金头，对于后期要去觉醒统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当然提升到14也是要花不少的宝石还有钱，所以最好的做法就是加入一个比较强大的联盟。只要你们的联盟中有不少的玩家去购买礼包的话，你在联盟礼物里面就可以获得不少的 VIP 点数。如果再加上自己本身有去购买一些礼包的话，这样你提升 VIP 的等级就会越快。那么到了 VIP 14之后，要不要继续的往上升呢？当然如果有能力的话，继续往上升会更好。但是到了后期 VIP 等级越高，你们所需要消耗的 VIP 点数越多，所以我也不强迫大家一定要升满 VIP 19，并且如果你们真的要花宝石去提升 VIP 的话，最好也是等到投桃报李的时候才花宝石，也可以同时间拿到奖励还有金头。那么到了最后你真的没有太多的能力去提升统帅、军器、装备的话，同时间你又想去参与战斗，但是又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参与战斗的话，最好的做法就是不要开启任何的 T5 兵种，只要把你的部队提升到 T4 即可。然后所有的统帅都不需要培养，你只是需要把你的部队加入集结或者是驻防即可。记得不要把自己的战力提升到太高。当然听到我这里说法的玩家会觉得很离谱，哇，这样子我还怎么去玩游戏？但是各位都搞错一个重点，玩游戏不是说你要越强大才可以加入这个游戏，而是不管怎样等级的玩家都可以加入游戏，就算只是负责增援的玩家都非常重要。如果一个王国没有负责增援的玩家的话，这个王国也很难胜利。不管是关卡、旗帜、要塞都需要增援部队，而且专门负责增援的玩家，你们想要采集就可以随时采集，你想要增援就可以上线增援，累了就可以马上下线，就不会影响到 KVK 匹配。但前提还是你的战力不要影响到 KVK 匹配，也不需要花太多的资金在游戏上面，还可以参与到 KVK 战斗，也不会有 KVK 战斗的时候卡顿的问题之类的。当然如果你不是往这个方向去发展的玩家，你想要真正去战斗的话，记得还有一点就是所有的 buff 都需要开，不管是采集符文还是你们手头上拥有的防御力或者是攻击力提升增益，记得要打开，还有把你们的扩编也是打开，还记得替换自己的城市皮肤，把所有东西准备好之后就可以上战场了。以上就是2024年的新手攻略。当然如果你是新玩家还是不知道要怎样去玩这个游戏的话，你可以看我每一期最新的影片，在评论区下面留言，如果我看到评论的话，我就会直接为你解答。当然今天的影片也只是一个简单快速的教学，详细的内容还是可以直接在我的直播问我，有哪一些错误或者是遗漏的地方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我们下个影片再见。